如果你没吃过100家打泡饭，你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天花板。萨瓦迪卡，捧刺格拉卡，印地刀拉靠素长孔鹏。大家好，我是南城华先生。今天呢，终于到了打泡饭了。因为这个打泡饭，上次我说吃30份以上，然后大概用1个半月的时间，结果拖了4个月。但是我也没闲着，在这4个月之间呢，我至少吃了100份打泡饭。我不仅在清迈吃了打泡饭，我去曼谷，我经过华富里，经过素可泰，经过大城府，经过南奔，经过南邦，等等的地方，我都会尝试打泡饭。所以相当于我把泰国中部以及北部各个城市的打泡饭我也都吃了。我总结出来很多事情，其实这一点不光是在这个打泡饭上，也不仅仅是在清迈这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地方，我觉着我总结的这一套的算是想法或者是理论，它都是实用的。它也是在泰语课上我们老师提醒我的一点。我的泰语老师说，没有好不好吃，只有可口不可口。什么意思呢？就是众口难调，每个人的口味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单纯的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花板，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好像显得不那么公正。总结我自己的胃口，所以这100份打泡饭呢，让我总结了我自己的胃口是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些不同的打泡饭，用他们炒的方式不同来区分出来哪一些口味适合哪一些喜欢的人群。这些打泡饭里边其实有一家争议非常大，也就是在大学后门的一家打泡饭。我现在在清迈大学后门啊，然后这就是社交媒体上经常说的什么所谓网红打泡饭。我明明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水平，但是为了这个视频，我还得再来吃一次。有很多中国人再去那儿吃，大概率是99%以上的消费群体全是咱们中国的客户。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说他们家的打泡饭好吃是天花板？那为什么又有很多的朋友认为他们家的打泡饭极其难吃呢？那么我想可能就是可口不可口。我们总结说后门那家打泡饭好吃的群体和说后门那家打泡饭不好吃的群体显然是2个不同的群体。简单的来说呢，说后门那家打泡饭好吃的这个群体呢，大概率是第一次来清迈旅游，甚至他有可能是第一次吃打泡饭。说后门那家打泡饭不好吃的群体，大概率是在清迈长居很久，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后门那家打泡饭针对咱们中国的客户进行了优化，从各个角度可以体现出来它优化的内容。比如说它的菜单边是要先从这儿拿一个小纸条，然后从上面你就写就行了，要哪个辣的，什么辣度，全中文的，对吧？你直接上面写，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中文菜单，你就知道它到底你要的是鸡肉打泡饭、猪肉打泡饭，想要加的蛋呢是煎蛋还是松花蛋呀，还是咸蛋啊？你都可以在上面选。如果说没有针对这个优化，很多中国的朋友，咱们国内的国人朋友看不懂，可能就不知道怎么点这份打泡饭了。然后另外呢，他们还努力学习了中文，所以说从服务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确实可能比别的打泡饭做得好的很多。那么味道上呢，它也针对了中国的优化。其实它就像咱们在国内那些小馆点一份炒饭，或者说点一份盖饭一样，极其符合国人的胃口。尤其是刚刚可能来到清迈第一次吃打泡饭，总结在哪点呢？我也仔细去尝了，因为它的罗勒叶味非常的淡，就几乎你不仔细吃不出来。但你要不同的辣度，它的辣椒是非常辣啊，但是罗勒叶的味道是非常的淡，也就是说香料味很轻，吃不出来很浓的打泡就是这个罗勒叶嘛，吃不出来这个罗勒叶的味道。所以说呢，很多刚刚来泰国旅游，第一次来泰国的人，觉得这个味道我吃的可以啊，跟咱们中餐很像啊，又有酱油啊，又有点盐呀，没有那么重的这种打泡的这个味道。那长居这儿的人呢，可能吃的口味越来越重，也就是说罗勒叶这个味道非常重一点的口味。所以说我们老师说的那句没有好吃不好吃，只有可口不可口，就在这儿。有的人口淡，有的人口重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但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所以这也就是针对这个争议比较大的这一家打泡饭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也是清迈大学后门夜市唯一一个摊位，我刚才在这儿待了可能半个多小时，连排队在吃啊，没有泰国本地人
没有泰国本土学生吃的一个摊位。然后剩下的有一些家呢，我也就不给他们排名了，因为我个人现在认为排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吃的足够多了之后，我更愿意用不同的种类去划分。比如第一点，有的打泡饭的肉末呢会用生肉直接炒熟，就是它是一个生肉的时候就是肉馅的那种状态。然后有的打泡饭呢会把它煮熟，就把肉馅煮熟再炒。还有的打泡饭呢会把整块肉煮熟，然后再切成肉丁再炒。它们吃起来的口感和嚼劲啊，包括味道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煮成一个整块肉的那个打泡饭，可能在煮的时候就已经加了盐，那最后炒的时候就不需要很多的酱料，不需要很多的味道，它已经有咸味了。除了肉末呢，还有这个罗勒叶，有的罗勒叶呢是在炒肉末的时候就同时炒。然后有的炒罗勒叶的时候呢，是把所有的都炒完，最后加一点罗勒叶点缀一下，所以它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上来说呢，可以分几种。第一种呢，就是罗勒叶味非常清淡的这种口味。那这种口味呢，就以大学后门的这家比较网红的这家打泡饭来作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几乎你吃不出来罗勒叶味儿。然后呢，还有一种呢，罗勒叶味非常重的打泡饭。那这种类型呢，我觉得可以以冠军打泡饭为就是算一个特点吧，因为它放的罗勒叶非常多，所以你吃起来就会非常重。但是这一点呢，虽然它重，但罗勒叶是罗勒叶味儿，猪肉是猪肉味儿，然后米饭是米饭味儿，也就是说你吃起来的东西味道是分离的，它没有融合在一起。那么还有一种呢，我认为是我个人来说最喜欢吃的那种口味，也就是说罗勒叶味儿、猪肉味儿非常均衡，他们给炒在一起了，就是你这一口下去，除了你嚼的口感不一样，那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但又能分开出来，它吃出来，哎，这是打泡的味道，哎，这是肉原本的味道，所以这是3种不同的口味类型。再说说煎蛋，因为打泡上面这个煎蛋呢有很多种，有的呢全熟的，有的半熟的。那么全熟的咱就不说了，这很容易理解，它这个煎蛋是全部煎熟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半熟的，就像糖心一样，它一捅就会破啊，就会流出来那个蛋液。但是这个做法又分了几种，比如说后门这家打泡饭，它是先把蛋清煎熟，最后把蛋液打进去啊，这个形成一种中间没熟，旁边熟了的这么感觉。有很多小的地方呢，做的这个蛋呢是直接用锅把蛋清、蛋黄一起打到锅里边去煎。那这个就考验可能掌握火候的水平了，因为它要把蛋清煎的脆脆的，蛋黄没有熟。所以说，其实我吃了这么多打泡饭，总结出来几点，可以给朋友们建议。第一，没有绝对的天花板，没有一家是任何绝对的天花板。第二呢，没有好吃不好吃，只有可口不可口。第三呢，如果您想尝试打泡饭，我觉得比如说您到了清迈，到了泰国任何一个地方，然后您酒店旁边各种小摊儿、各种饭馆，我相信都会有这个打泡饭，您走到哪儿都可以尝一尝。所以不是必须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特意跑到某一家去吃一个打泡饭，我觉得有点没必要。啊，您如果说骑着小摩托啊，路过了某一些地方，那您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您说您本来住在古城的东边，非得特意为了吃打泡饭来了大学后门，然后打车还花了120铢啊、200铢啊，大概左右的，不管多少钱吧，有点折腾。还有一种类型呢，其实我尝试了，是 7-Eleven 的这个类型。7-Eleven 里边又分了2种，一种是冰鲜的，一种是冰冻的。不管冰鲜还是冰冻的，它的味道我觉得都符合一般泰国人对打泡饭的要求标准，它的味道可能会比大学后门的重很多，但是又不如冠军打泡饭的那个罗勒叶味重。它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产品吧。就是如果说您没有尝试过，又想尝试一下的话，比如刚到清迈，您的航班是晚上10点多到的那种，路边小摊可能都关了。那么恭喜您，24小时的 7-Eleven， 您依然可以吃到打泡饭。您只要不特意的跑去某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大希望，您也就没有那么大失望，就不会踩那么多的坑，好吧？那打泡饭这个环节呢，终于结束了。我也一直在告诫我自己，在推荐任何食物的时候呢，我会以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不会说它有多好多好，它是一个什么天花板，我只会说它比较符合我个人的胃口。那如果您跟着我的视频吃了1家2家，您觉得跟我的胃口相似的话，那您就可以继续跟着我的视频吃。如果说吃了我推荐的一家餐厅，您觉得哎呀怎么那么难吃啊，那可能不是餐厅难吃，也不是您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那么有可能就是咱们的口味有一些差距。
所以呢，也请您谅解，清迈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在这儿呢，可以希望您慢慢的探索，您会发现无限的精彩。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再见。